男人辍学2年半，在一家便利店打工，可是现在竟然以转校生的身份来到了新的学校，只因现在学校的校霸们已经猖狂到不再听从大人的指示，而能够让他们感到害怕的只有比他们更加强势的校霸。为此，当地的教育部门为了管理这些校霸，不得已实施了一个负责任计划，那就是将更加强势的校霸送回学校，然后通过他来管理其他校霸。于是他们找上了辍学2年半的全大硕，而全大硕在辍学之前就已经称霸了整个2区，仅仅一人就能压得2区所有的校霸抬不起头来。可是现在的全大硕也只不过是一个便利店的店员而已，不仅每日要遭受无良老板的说教，还要为了提升学历去看一堆完全看不懂书，这让全大硕非常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去上学。而这天便利店只不过是来了2个看着像小混混的学生，就吓得老板找借口跑去了一旁的休息室，将全大硕独自留在了前台。而男人一上来就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和手膀，表示让全大硕给他拿盒奥利给。全大硕一时间有点懵，他们俩难道不知道他们浑身都散发着学生的气息吗？随即表示2位能出示一下身份证给我看一下，不然的话没法卖给你们。一旁的女人不乐意了，你一个兼职的管那么多干啥？花臂男子也是直接把钱扔了出来，让全大硕赶紧把东西给他。全大硕还想出言提醒2句，却被男子一把扯住了衣领。你个四眼仔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让你拿就赶紧拿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一幕也被躲在一旁的老板看得一清二楚。这群学生上次也是这样逼我卖给他们的。随后就连忙冲了出来，表示你们能不能出去解决？店里还有其他客人。听到这话，全大硕傻眼了，他竟然想把所有的事都推给我。之后全大硕就被带到了一旁的巷子中。花臂男子随即拽住江海啸，你再给我狂一个试试。而全大硕只是淡淡的说道，给你3秒钟放开我。谁知道这几句话直接激怒了花臂男，挥舞着巴掌就扇了过来。结果下一秒就听见一声巨响，女孩一脸焦急的喊着快醒醒。随后花臂男一脸懵逼的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自己被打了一巴掌，而全大硕竟然一点事都没有。女孩连忙将花臂男扶起来，臭小子，你竟然敢偷袭我！随后小声对着女生说道，快去把其他人都叫过来。结果女孩有点耳背听不清楚，气得花臂男大骂道，特么的，我让你把兄弟们都叫过来听清楚了吗？女孩闻言连忙跑去叫人了。全大硕也不阻拦，而是来到了花臂男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，你是学生吧？花臂男还想顶2句嘴，结果下一秒一股剧痛就从他的肩膀上袭来，疼得他连忙承认自己是学生。全大硕随即表示，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来买奥利给，你就完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花臂的朋友们也来到了这个胡同，其中一个长得比较着急的胖子走了出来，臭小子，你混哪里的？全大硕看着来人有些不确定的问道，你应该也是学生吧？大胖子随即表示，我是同高等学校的吴大汉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你先挨我一巴掌再说。说完胖子就举起来手臂，结果下一秒全大硕的巴掌竟然先到了他脸上，一巴掌就将其打晕了过去，随即看向众人，我没时间陪你们玩太久，所以你们一起上来。众人闻言就一窝蜂冲了上来，其中一人最先忍不住挥舞着拳头冲了过来，而全大硕只是缓缓从口袋中掏出手来，光速给了男子一耳光，直接将其扇飞。另一个人则是找准机会偷袭，全大硕顺势往旁边一闪，紧接着就是一个肘击，将男子的脸都打得变形了。随后就将目光看向另一个人，此时那人已经冲了过来，全大硕迅速就是一个转身，随后借助惯性挥出拳头猛地击中男人，将其击飞。此时一旁的花臂男拿起地上的酒瓶还想要反击，结果就看到一个拳头冲着他就飞了过来，被全大硕一拳狠狠地砸中腹部，巨大的力量让他倒飞出去几十米远。随后全大硕将目光看向最后一个人，就剩你了，你不上啊？而此刻光头已经被吓得一动不敢动，绝对是他，能像他这么厉害的只有一个人。随即光头问道，你是之前在来同高等学校上学的全大硕大哥吗？一旁的女孩听了感到不可思议，他是全大硕，那个2年前用1周就统一了2区的全大硕，不是说全大硕是一个美男子吗？果然传言不可信啊。光头随即弯腰认错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而全大硕则是摸着他的脑袋表示，你们天天一群人聚在一起耀武扬威，不觉得丢人吗？随即全大硕让他去把其他人叫起来，然后头撑着地，而全大硕则是坐在之前的花臂男身上，你们要是再敢来这家便利店闹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。处理完这些小混混之后，全大硕就打算回到便利店，中途却被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女人拦住。起初全大硕还以为是推销产品结果却看到女人掏出了自己的名片，表示我想请你做一件事。原来女人就是教育财团实施的校霸计划的负责人李思玲。全大硕听完女人的计划后不禁觉得非常可信，原来全大硕曾经就是一个被人欺凌的对象，稍有反抗就会被一顿暴揍，而且当时没有一个学生会上前阻止，就连老师看到他被欺凌都会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继续上课。可是有一次被更强势的校霸发现，他的背后被人贴上了没有母亲的字据。更巧合的是，这个校霸因为也没有母亲，所以看见这个纸条后非常生气，直接出手将欺凌全大硕的校霸暴揍了一顿，而对方也根本不敢还手。随后对方直接表示，以后谁敢再欺负全大硕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就因为对方一句话，从今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欺负过全大硕。这一次也让全大硕明白，在学校里校霸的任何一句话都比老师还要管用。之后全大硕为了变强，不断的进行锻炼，学习各种格斗技巧。经过长达2年半的训练，全大硕最终犹如脱胎换骨一样，一举干翻了2区所有的校霸，成了2区名副其实的霸主。可是在那之后，全大硕就
离开了学校，成为了现在的便利店店员。如今面临李思玲的邀请，全大硕随即表示：“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把那些校霸都收拾一顿吗？”李思玲当即表示：“没错，只要处理那些校霸就行了。”全大硕随即表示：“怎么说你们也是一个教育财团，居然在背后搞小动作？”李思玲则是俯下身子说道：“虽然我们搞小动作，但是我也调查了一下你之前的事。虽然这个计划确实有点荒唐，但是我知道你没理由拒绝，这也是让你弥补你之前的过错的好机会，不是吗？”到了第二天，全大硕就站到了新学校门口，没想到我这年纪还能回来上学，就让我看看现在的校霸们有多猖狂吧。如今全大硕以转校生的身份来到新的学校，高冷帅气的外表瞬间吸引了大部分女生的注意，结果这一幕也引起了班上小混混的不满，当即就表示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他。而老师给全大硕安排好位置后就离开了。通过交谈，全大硕得知对方叫金敏秀，见老师走了，后排的小混混便起身离开了座位，缓缓走到了全大硕和金敏秀身后，而金敏秀完全没注意到身后钟浩，忽然钟浩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金敏秀的脑瓜子上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全大硕吓了一跳，这家伙突然冒出来干什么？而钟浩则是看着金敏秀说道：“看什么看，快去给我买一个香肠面包。”而金敏秀根本不敢反抗，只能表示马上就要上课，我现在可能去不了。这句话引得后边的黄毛哈哈大笑，钟浩则是脸色一变，大喊道：“都特么把眼睛给我闭上！”下一秒就看到班上的所有人竟然都闭上了眼睛，而钟浩则是一巴掌扇在了金敏秀脸上：“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我让你去你就去，竟然还敢顶嘴！”看到这一幕，全大硕忍不住就想要动手，可是想起之前李思玲给自己定的规矩太多了，自己压根搞不清楚他是想让我动手还是不想让我动手。忽然钟浩看着全大硕表示：“你怎么没闭眼？要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可是之前给我跑腿的那个人的位置，要不你们两个一起去吧。”全大硕自然不可能去给人跑腿，随即表示一个人去应该就行了吧。听完这话，钟浩笑了：“怎么你们两个还要比一下孰强孰弱吗？”忽然脸色一变又说道：“特么的，你最好别废话，我让你去你就去。”全大硕随即站起身来表示可以啊，那你把钱给我吧。钟浩被这一举动整懵了，没想到全大硕竟然敢跟自己要钱，随即一把抓住全大硕的脑袋：“臭小子，你特么给谁要钱呢？让你买东西当然是花你的钱买了。”全大硕终于不忍了：“你这家伙真的是没教养，记住是你先动手的。”下一秒就看到全大硕直接动手，一拳狠狠地砸中钟浩的肋部，直接将钟浩的隔夜饭打出来了，随即又是一拳狠狠地击中他的面部，直接把钟浩打懵了。全大硕却没有要停手的意思，既然出手就必须干废物，又是一记重拳击中钟浩的脸部，最后钟浩彻底晕了过去。一旁的黄毛见状被惊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全大硕则是表示：“真是什么货色都敢欺负到我头上了，那个黄毛你给我出来，你刚才不是笑得挺凶的吗？”而此刻黄毛已经被全大硕吓住了，根本不敢动。全大硕见状随即走了过去：“既然你过来，那我就过去，你最好把牙咬紧了。”黄毛见状连忙后退几步，忽然一个飞踢冲着全大硕踢了过来，但是被全大硕一个侧身躲了过去。黄毛随即一个直拳没打中，一个右勾拳还是没打中，气得他大骂道：“特么的，你躲什么躲？”结果下一秒全大硕就一个才超级重拳狠狠地击中黄毛的腹部，一拳下去直接让黄毛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差点领盒饭。这可是你不让我躲的，看看你还能再挨我几拳。吓得黄毛连忙表示：“打胸口太危险了，容易死人的。”而这个时候钟浩忽然醒了过来，举着一把凳子就要砸向全大硕，全大硕却丝毫不慌：“这么就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么扛打。”紧接着全大硕又是一拳砸中钟浩的脸，你还是给我消停点吧。最后钟浩和黄毛被全大硕扔到了教室后排，随后一把抓住钟浩：“臭小子，你很喜欢吃面包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去买面包，顺便把我的也买上。”钟浩却表示：“你以为赢了我你就是班里的老大？我可不是这个班的老大，等着吧，他来了你就死定了。”忽然教室的后门被人打开了，只见一个红发男子走了进来，看着全大硕说道：“你是谁？竟然敢来我们班闹事，还打伤我的小弟！”吴礼茂看着自己的两个小弟都被打败了，不禁无语道：“你们两个人都打不过一个人吗？还有你这个新来的转学生，才第一天就敢这么嚣张啊！”全大硕看着缓缓逼近的吴礼茂，本以为他接下来就要跟自己动手了，周围的人也是缓缓向后退去，谁知吴礼茂竟然说道：“你们躲什么躲？谁说我要打架了？”全大硕闻言乐了，真是说的好听，可身体却已经做出了随时出拳的准备，看样子应该是学过几招散打。一旁的钟浩对吴礼茂却充满了信心，随即又开始使唤其他学生，让他们去给他买爆米花。可是下一秒他就发现全大硕已经扭过头来看着他，吓得他赶紧说道：“没事。”吴礼茂见到这一幕便明白，今天要是不教训一下全大硕，看样子以后都没人听他们的了。随即佯装问全大硕的名字，全大硕刚想回答，却看到吴礼茂突然出手，竟然用出了崔西焕同款招式，手掌瞬间挡住了全大硕的视线。下一秒全大硕就低头看到吴礼茂竟然抬腿，下意识以为吴礼茂是要攻击自己身上所有男人共有的弱点，这家伙竟然这么卑鄙，要知道这可是所有男人公认的禁术，吓得全大硕连忙伸手去抵挡，然而吴礼茂却突然收腿，一拳朝着全大硕挥了过来，哈哈哈哈，臭小子你上当了。而全大硕根本来不及格挡，被一拳狠狠地击中面部，关键时刻全大硕急忙向后退去，减缓了这一拳的大部分威力。一旁的钟浩和黄毛看到这一幕不禁大喊好样的。与此同时，吴礼茂已经再次冲了上来，可惜此时全大硕不再会给他机会，一脚横扫推踢中吴礼茂的小腿，吴礼茂瞬间失去平衡，开始摇晃起来，全大硕顺势抓住他的衣领，一把将其甩飞了出去，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，随即无语道：“你这家伙真的是够卑鄙的呀，都是男人你竟然用那一招。”而吴礼茂却不以为意：“怎么你有意见啊？我又没真的
踢你，刚才只不过是给你打个招呼，接下来才是我的实力。这一刻，全大硕还以为吴礼茂真的要跟自己堂堂正正打，结果却看到吴礼茂竟然抓住一旁的簸箕，随后竟然直接朝着全大硕扔了过来。全大硕连忙一个侧身躲过去，却看到吴礼茂已经趁机冲了过来，算是再一次见识到了吴礼茂的卑鄙。不过虽然全大硕现在没有反击的机会，但是吴礼茂的攻击也根本打不到全大硕，气得吴礼茂大骂道：“你这家伙别窜来窜去的呀！”不然吴礼茂看着一旁大喊道：“住手！这家伙是我的对手！”全大硕还以为有人偷袭自己，结果扭头看过去，却只是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学生。吴礼茂这家伙则是趁全大硕分神，一拳挥了过来，结果却被全大硕挡了下来。特么的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实在是让人讨厌啊！然而没想到吴礼茂竟然还出阴招，想要戳全大硕的眼睛，只可惜全都被全大硕躲过去。全大硕算是无语住了，也不打算忍了，直接一个左勾拳打的吴礼茂都流鼻血了，紧接着下一秒就晕了过去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一旁的黄毛和钟浩都傻眼了，看来以后一班的老大得换人了。全大硕则是看着二人说道：“去把他弄醒，等他清醒了，然后你们三个来我这里集合。”而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被李思玲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的表现果然没让人失望，真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。而李思玲却被一个女学生认了出来，教育财团的策划市长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学校里？与此同时，全大硕已经开始教育吴礼茂三人：“你们三个兔崽子，以后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是你们的朋友，也可以是你们的恶魔。”随即，全大硕就对着全班的人表示：“以后他们再欺负你们或者欺负其他人，你们就告诉我，我来负责撕碎他们。”而全大硕成为一班老大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二班的耳朵里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没把全大硕放在眼里，毕竟吴礼茂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只会耍阴招偷袭的家伙。只见二班的老大沈尚部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别指望他们了，先跟我去练练手吧。拳击机在哪里？”随后就看到沈尚部走到一个学生面前：“今天轮到你了呀！”下一秒就看见沈尚部一拳击中那个同学的腹部，随后还让被打的学生给他这一拳打分。而那个学生刚说出800就忍不住呕吐起来，特么的真恶心！早就说了让你别吃饭了，中午帮我多准备几个沙包过来，在去教训转学生之前先让我热热身吧。而现在的全大硕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校园时光，有过辍学经历的他深知学历的重要性，这次能够重新回到学校，全大硕也打算能够好好学习。而这时候刚下课，钟浩就打着哈欠问道：“有没有人给我跑跑腿？”全大硕听到后直接扭头看向钟浩，吓得钟浩当即一个机灵。这时候黄毛也是赶紧过来提醒钟浩：“你还是自己去吧，就当是运动了。”可下一秒就被钟浩怒骂道：“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”没想到此时黄毛竟然骑在另一个同学身上，黄毛也是刚反应过来，赶忙从男人身上跳了下来。此时钟浩也是抱怨道：“这学简直没法上了，都没人替我跑腿了。”这时黄毛也是表示道：“要不咱们几个再约上转校生到校外打一架吧。”钟浩也是问道：“吴礼茂，你一定能赢的吧？”一旁的女生见此忍不住嘲讽道：“真是一群怂货。”随即来到全大硕面前，一脸谄媚的表示：“大硕哥哥，你打架好厉害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陪我练习柔术吗？”一旁的吴礼茂三人见此一脸无语，这个狐狸精勾人的招式都不带变，可全大硕竟然直接无视了眼前的女人，疯狂的朝着女人的身后看去。女人这才发现全大硕竟然在看黑板上的笔记，顿时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，这家伙竟然无视了自己。随后便不再纠缠全大硕，对着吴礼茂三人撒气说道：“没用的家伙们，你们也好好学习吧，别想着复仇了。”说到复仇，吴礼茂突然想到自己现在被全大硕打败了，那么二班的金明中和三班的沈尚部一定会来找全大硕麻烦。现在他们不用再和我争斗了，只要他们打败了全大硕，那我们也会成为他们的手下。一旁的钟浩闻言着急了：“咱们快想想办法，我死都不要成为他们的手下。”可下一秒，二班的老大金明中就突然出现，一脸幸灾乐祸的看着吴礼茂嘲讽道：“你怎么还活着呀？我听说你都被打得没命了，你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看你被揍了一顿之后竟然睡着了。”一旁的钟浩闻言顿时急了：“你这家伙是来嘲笑我们的吗？”而吴礼茂也是站起身表示：“如果你想打架的话就直接说吧。”然后就拿起了桌子上的圆珠笔：“我肯定会让你再次感受到被打得尿裤子的滋味。”金明中见此冷笑一声表示：“你这臭小子还敢拿武器装逼？”而吴礼茂已经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走上前表示：“你就乖乖等着挨揍吧。”金明中见此表示这次挨揍不一定是谁呢。就在二人马上要动手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却突然传了过来：“阿西巴，你们几个真是吵死了。”只见全大硕扶了扶眼镜表示：“你们打扰到我学习了。”见此吴礼茂顿时蔫了，乖乖的回到了座位上。金明中看着全大硕表示：“看来这家伙就是打败吴礼茂的转学生。”随即便对着吴礼茂说道：“看来我没必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。”钟浩见此气得牙痒痒，恨不得让全大硕好好教训一下他。而金明中几人缓缓走到了全大硕身边，当即指着全大硕问到一旁的小弟：“是这个家伙吗？怎么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书呆子，戴着眼镜跟个草包一样？”随即弯下腰对着全大硕表示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。”而全大硕则是直接无视了金明中，可金明中却觉得是自己把全大硕吓住，随即就想要伸手去抓住全大硕正在记笔记的手，可下一秒却被全大硕突然攥住，直接将其的手指狠狠地向后掰去，剧烈的疼痛让金明中的脸部青筋暴起，不顾形象的惨叫求饶道：“求你了，快放手，要疼死我了。”而全大硕则是表示：“我必须要在这个课间整理好笔记，如果不想手指断掉的话，就下次再来找我。”闻言，金明中赶忙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全大硕见此这才放开了金明中，可下一秒金明中就挥舞着拳头砸了过来，
权大硕见此，身体往后一靠，随即伸手挡住金明中的拳头，紧接着就是一巴掌朝着金明中拍了过去，直接将其扇飞了出去。结果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直接被扇晕了，随即便表示这家伙是2班的老大吧，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就找过来了？我还想着下次再处理这家伙来着。随即便对着金明中的小弟表示，等他醒了告诉他，如果再让我看见他吊儿郎当的，小心我直接干掉他。直到对方扶着金明中离开了1班，权大硕还想做梦一样，没想到这就解决了2班。一旁的无礼貌几人见此也都愣住。钟浩当即表示，听说原谅他人要比复仇酷100倍，我决定还是原谅转校生了。就连黄毛也是表示，我也觉得还是好好学习比较重要。而几人却没看到3班的沈尚部等人也找了过来。沈尚部一进来就喊道，无礼貌，我可是听说你被人揍了一顿。钟浩见此无语了，这熟悉的既视感，你们2个是他喵约好的吧？而沈尚部却直接说道，别紧张，我对你们不感兴趣。随后几人直接来到权大硕这里，将其围了起来。权大硕见此无奈道，看来笔记只能等下次再记了。而沈尚部则是拍了拍金敏秀说道，这位同学能滚开一下吗？我们有事找你旁边这个人。随即沈尚部坐在权大硕身边调侃道，哇，你在学习吗？你的人设是好学生吗？我是3班的沈尚部，听说你打败了无礼貌，我实在有点担心你会因此到处作威作福啊。闻言权大硕摘下了眼镜说道，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没完没了，真的够烦的，你直接说重点就行了。像你这种天天带着一群小弟的人也强不到哪去，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强吧？闻言沈尚部乐了，你这小子有点意思，看起来挺有骨气的。不过沈尚部并没有选择这时候动手，而是表示放学后见，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和无礼貌那个草包可不一样。说完就带着一众小弟离开了。权大硕见此不禁无语了，自己第一天来学校就这么受欢迎吗？看来自己是不能好好享受校园生活了。而这时候无礼貌却突然朝着权大硕走了过来，来到权大硕身边问道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而权大硕则是直接拒绝了无礼貌，可无礼貌还是自顾自地拉开凳子准备坐下，同时还说道，刚才沈尚部说的没错，他和我们确实不一样，那家伙是一个真正的格斗高手。权大硕闻言淡淡的说道，那又怎样？再说了，我可没让你坐这。而无礼貌则是表示我想帮你，可权大硕一脸狐疑的看着对方说道，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？无礼貌随即说道，我可以帮你战胜沈尚部。而权大硕则是表示不用，可无礼貌像是听不见一样自顾自的说道，沈尚部这个人从很小就开始练拳击了，但是这家伙却对拳击比赛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他练习拳击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喜欢打人肉沙包。很快时间便来到了中午，权大硕也来到了食堂吃饭，这也让权大硕不禁垂涎3尺，自己可是好久没吃食堂了，前不久还在吃便利店的过期食品呢。而权大硕的帅气的样貌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其中也有其他班上的校霸，第7班体育班的老大具成华，还有第8班艺术班的老大郭斗直。权大硕击败无礼貌和金明中的事情已经传到了众人耳朵里，而众人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找权大硕的麻烦。众人知道放学后沈尚部会和权大硕打一架，等到那时候就知道权大硕是不是真的有本事了。而此时的无礼貌等人也和权大硕坐在了一起吃饭，无礼貌还在试图劝说权大硕要小心沈尚部，只不过权大硕根本没放在心上，随即又问道，无礼貌，你之前和他打架不是赢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害怕？还有为什么要帮我？闻言无礼貌叹了口气表示，那是因为我和沈尚部的战斗还不算完，上一次的战斗中我几乎就是被他单方面爆的，这家伙很擅长远距离战斗，而且身法很灵活，导致我根本打不中他，而且他总是能找到机会攻击我，而就在我要被打败的时候，我成功将他逼到了墙角，为了赢过他，我不得已使用了我封印已久的秘术猴子偷桃，被我抓住要害的沈尚部不得已对我投降了，但是后来这家伙却没有乖乖接受自己的失败，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做任何愧对于自己的行为，但大家好像都不太承认我的胜利。权大硕听完不禁无语了，你这不废话，换谁都不会承认的。而无礼貌则是接着说道，自那之后沈尚部也再没有找我对决，至于我为什么帮，那是因为你要是被打败的话，我们几个也会被迫沦为他的小弟。而这时候却突然有2个小卡了米朝着权大硕的方向走过来，权大硕一眼就认出了2人是沈尚部的小弟，可没想到2人在经过权大硕的时候，竟在他的饭盘里丢东西，随即又连忙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赶紧道歉。权大硕见此还没说话，而他一旁的女生已经怒骂到，你们有病吧？可对方却摆了摆手，表示我已经道歉了，收收你们的暴脾气吧，你们爱吃不吃。随即2人就准扭头离开，走的时候还不忘嘲讽权大硕。而这时候权大硕突然抓住对方，表示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？这里的动静瞬间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，众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，想看看权大硕究竟有没有实力。而被权大硕抓住的人顿时害怕，急忙喊道，赶紧放开我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抓着我干什么？而且我刚才不是道过歉了？可下一秒权大硕攥住他的手猛然发力，随即表示接不接受你的道歉是我的事。就在权大硕起身准备教训对方一顿的时候，手机却突然来了消息，随即权大硕暂时放开了2人，准备先看看手机，只见是一个叫李思琳的女人发来的消息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权大硕顿时一惊，李思琳
琳就是那个让自己重新回到学校的女人。只要全大硕成功在学校毕业，就能获得学费全免以及生活补助金，但是前提是这个计划必须秘密进行，同时也是为了约束全大硕的行为。若是因为全大硕的行为或者言语导致任务失败，那么全大硕也会因此回到之前的生活当中。而看到李思琳消息的全大硕顿时就懵了，猜测李思琳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不要太惹你。而一旁的两个小卡勒米见全大硕注意力不在他们身上，连忙就迈开腿跑路。全大硕见此也没有去追对方，而是扶了扶额头，想到自己还是低调一点吧，只要计划成功，自己就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。而且今天自己刚来学校，揍过的人已经够多了，还是先放过那些家伙吧。食堂里其他的校霸见此不禁感到没趣，同时也看出了全大硕不是头脑简单的家伙，而全大硕则是起身离开了食堂。一旁的吴礼茂等人不知道全大硕怎么了，看了一眼手机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而离开食堂的全大硕还在思考自己今天是不是太张扬了，也不知道李思琳会怎么评价自己。就在全大硕决定今天不再打架的时候，却突然看到了刚才在食堂找事的小卡勒米。对方看到全大硕连忙就是一个丝滑的转身就要跑路，而全大硕见此直接上前掐住对方，你小子还想跑是不是？吓得对方连忙说道，你今天刚转学过来，可能还不知道规矩，你是不能随便对其他班上的人出手的，你必须先打赢我们班上的沈尚部才能使唤我们，否则你会成为全校人的目标的。全大硕闻言顿时无语，你们这是什么狗屁规则？随即就对着男人表示，我们还是去没人的地方谈谈吧，你也不想在这里挨揍吧。到了地方，全大硕直接就教了教对方如何做人，随即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很适合打架，然后就对着男人表示，去把你们班上的老大叫过来，按你说的，只要我现在打败沈尚部就能随便揍你是吧？男人闻言表示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现在应该没空，他在打沙包。全大硕闻言脸色顿时一黑，你的意思是他在把其他同学当沙包吗？男人闻言愣住了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也干过？得到确定的答案，全大硕顿时忍不住了，看来是我想的太天真，现在最重要根本就不是避人耳目。然后直接来到了沈尚部所在的3班，透过窗户就看到正在被揍的学生，而沈尚部也注意到了门口的人影，当即让小弟去门口看看是谁。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了全大硕阴沉的脸。沈尚部见此说道，我不是说了放学后再见面吗？你现在过来是想现在就打架吗？随即对着一旁的同学表示，你们这些沙包先滚到一边去。结果却看到那些被打的同学一瘸一拐的往一边靠，沈尚部直接上前搂住对方，表示别装了臭小子，你们是想回去打小报告吗？男人顿时吓得赶紧表示，我只是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都是我的错。全大硕目光扫视了一圈周围，他很清楚自己或者是朋友被当作沙包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。原来曾经全大硕和他们有过一样的经历，也曾经被校霸欺凌过，而那些大人也只会装作没看到，校霸也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去反省自己做的对不对。最为讽刺的是，帮全大硕解决这件事的人还是比那个校霸更强的校霸，仅仅因为那个校霸的一句话，自己就再也没被人欺负过。之后的全大硕也明白了，想要解决这些校霸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校霸去解决这些校霸，而现在的自己就拥有这种能力，而且自己不就因为这个才回到学校吗？随即全大硕对着沈尚部表示，别拿那些弱小的沙包撒气了，有本事去挑战更强的人。沈尚部闻言脸色一沉，你说的强者是指你自己吗？而全大硕则是指着沈尚部的小弟表示，打了这么久沙包，你也累了吧？如果你觉得不公平，就让这家伙来当我的沙包吧。被指到的人瞬间就怒了，你小子竟然敢让我当你的沙包！随即就挥舞着拳头朝全大硕打了过去，结果却被全大硕一个侧身躲过，顺势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和脖领，随后将其甩了出去，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，就举起拳头砸了过去，如同炮弹一样，直接命中了男人的面部，一拳下去竟是直接将男人砸晕了过去。周围的学生见此都惊呆了，刚才那一拳声音好响啊！而全大硕则是看着沈尚部说道，手感还不错，和拳击机一模一样，说吧，还要让我打几个沙包？沈尚部见此脸色顿时就黑了，面部的青筋瞬间暴起，就现在我们来打一架吧！沈尚部见此直接让周围的同学将桌椅全部翻开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大硕并没有出言阻止，他知道沈尚部是远距离打手，这样做是为了利用空间的优势。与此同时，全大硕来找沈尚部打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校，吴礼茂等人得知后也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恰好这时候沈尚部已经准备完毕，对全大硕摆出了攻击姿势，下一秒就看到沈尚部迅速朝着全大硕靠近，紧接着就是一拳朝全大硕挥出，只不过被全大硕一个侧身躲了过去。紧接着沈尚部扭转身躯，右勾拳朝着全大硕砸了过来，只可惜这些攻击都被全大硕躲了过去。全大硕见此也不禁感慨沈尚部的反应速度确实快，沈尚部每次攻过来的时候自己都能第一时间躲开，但是这家伙也能迅速做出反应，再次朝自己攻击。就在这时，全大硕找到机会就准备反击，可沈尚部却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全大硕的意图，急忙就是一个后撤步来开了和全大硕的距离。见到这一幕，全大硕也不禁暗自皱眉，吴礼茂说的对，这家伙确实不简单，与生俱来的打斗天赋加上针对性的训练，以及他还会
会利用灵活的步伐快速的转换攻防形态。最重要的是这家伙的速度很快，而这时候沈尚部已经再次朝着全大硕发起了攻击，极快的出拳速度似乎一时间压制住了全大硕。门口的无礼貌看到这一幕，暗自为全大硕担心，当初我就是被这一套连击打的没有还手之力。可下一秒就看到全大硕竟找到了机会反击，拳头眨眼间就来到了沈尚部面前，速度之快，沈尚部已经无力躲避，下一秒就被全大硕一拳轰退数米远。好在关键时刻沈尚部将双臂挡在了面前，可全大硕这一拳还是给沈尚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沈尚部都震惊了，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。一旁观战的钟浩和黄毛二人都傻眼了，没看清全大硕什么时候出的拳，而全大硕则是甩了甩手臂，暗想道：这家伙的反应速度还真是快，一瞬间就选择了回防。可挨了一拳的沈尚部却是信心倍增，他感觉自己已经看透了全大硕的战斗模式。随后就看到沈尚部开始原地弹跳，打算先引诱对方出拳，然后再趁机反击。下一秒沈尚部径直朝着全大硕冲了过去，全大硕见此也是赶忙出拳反击，可下一秒沈尚部竟然突然后退，躲过了全大硕这一拳。随即就看到沈尚部嘴角浮现一抹嘲笑，认为自己已经得逞。可下一秒全大硕就是一个横扫，直接命中沈尚部的膝盖处，这一拳直接把沈尚部踢懵逼了，根本没料到全大硕会突然出腿，急忙就是一个上勾拳想要将全大硕逼退。可全大硕躲过去之后，又是一招扫踢，再次命中刚才的位置，连续2次的踢腿让沈尚部一时间无法站立起来，而全大硕则是走到沈尚部面前让其站起来。沈尚部闻言愣住了，你小子还想在我面前维持风度，也太小看我了。可下一秒全大硕有是一个横扫，再次将沈尚部踢翻在地，我他喵的让你站起来，听不懂吗？这狠辣程度直接震惊了一旁的无礼貌3人。而此时的沈尚部虽然还能站起来，但是那条被连续踢到腿却在不停的颤抖。全大硕见此嘲讽道：你的腿怎么在抖？要是站不起来就乖乖躺下吧。气得沈尚部骂道：特么的，你不会觉得你已经赢了吧？而全大硕已经懒得再废话，又是一招横扫踢了过去。沈尚部见此还以为全大硕又瞄准了自己的腿，急忙做出了防守姿势，可下一秒全大硕强行收住了踢腿，转而换成右勾拳直接砸中沈尚部。只可惜这一拳被沈尚部反应过来勉强挡住了，可下一秒沈尚部愣住了，全大硕竟然将手挡在了沈尚部面前，导致沈尚部被挡住了视线，紧着全大硕就是一个横踢直接命中沈尚部那条瘸腿，真是打架专打瘸子那条坏腿。一旁的无礼貌都看呆了，这家伙怎么还用我的招式，也挺没风度啊。隔壁的崔希焕见此也表示同意，连续好几次被踢中一个地方，沈尚部终于是站不起来了，剧烈的疼痛让其止不住的冒冷汗。而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全大硕和沈尚部打架的视频也竟被拍了下来，监控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看了沈尚部的和全大硕的打架过程，男人也不禁感慨道：打架还是看别人打最爽，一群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打得还挺像样。而全大硕此时看着沈尚部说道：还跪在哪干什么，赶紧站起来。而沈尚部此时却根本难以站起来，跪在地上迟迟没有动作。此时班上的所有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沈尚部，这也让沈尚部感觉到非常丢脸。一旁体育班的老大见此说道：他现在就算站起来也无法继续战斗了，这家伙的腿估计已经废了。要知道一个拳击手最厉害的可不是拳头，真正恐怖的地方是他的步伐，能够支撑他与对手时刻保持自己想要距离。如果将拳击手的拳头比喻成子弹，那么他的步伐就是枪，但是现在他的状态已经没办法施展他的步伐，一个失去灵活性的拳击手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人。而此时沈尚部已经强撑着站了起来，表示还没完的臭小子。全大硕见此表示很好，看来你还想继续。说完就是一脚直接踢向沈尚部，而沈尚部此刻依然失去还手之力，只能被动格挡，巨大的力道再次将沈尚部踢飞数米远。沈尚部见此暗道不妙，这家伙的力量太大，根本防不住，但是现在的我根本躲不过去，现在只有切换成近身战。可还不等沈尚部做出反应，全大硕又是一脚踢了过来，一脚下去直接将沈尚部踢到了墙角位置。看到身后的墙壁，沈尚部顿感不妙，果然下一秒全大硕就冲了上来，无数的拳头朝着沈尚部砸了过来。沈尚部对此只能防守，可最终还是全大硕找到了漏洞，一拳击中沈尚部的肋骨，肋骨被击中导致沈尚部一时间呼吸困难，意识逐渐模糊起来，只能凭借身体的本能不断的防守。此刻的沈尚部就像是一个沙包一样被全大硕不断的殴打，终于在挨了9981拳之后，沈尚部还是挺不住趴在了地上。此刻的他内心恐惧到了极点，我根本打不赢这家伙。而全大硕则是缓缓靠近沈尚部，我给你10秒钟，赶紧给我站回原位。此刻沈尚部的内心恐惧到了极点，看着缓缓逼近的全大硕，沈尚部终于看清了自己和全大硕的差距，自己根本没办法赢过他。而全大硕则是表示，我给你10秒钟，赶紧给我站起来。可这一次沈尚部却低下了头，没选择再站起来。周围的同学看着这一幕都感到不可思议，他怎么不站起来了？难道是怂了吗？而一旁的沈尚部的小弟看到这一幕愣住，作为沈尚部的朋友，他很清楚沈尚部为什么努力练习拳击却不参加比赛的原因，还有明明可以完全打赢无礼貌却不再去挑战他的理由，以及执着于
暴揍不会抵抗的沙包的理由。他虽然把自己伪装得十分强大，但是他内心却是非常恐惧疼痛。想到这里，男人赶紧上前拦住全大硕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们认输。而全大硕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对方，随即又将目光对准沈尚部，表示我要你亲口承认你输了。沈尚部见此只能说道，是我输了，别再打了。一旁的同学见此都感到不敢置信，全大硕见此也直接扭头离去，同时还不忘嘲讽道，什么拳击手，真是笑死了，你连做沙包的资格都不够。周围的同学见此都像是做梦一样，不敢信沈尚部真的承认输了。而全大硕此时已经离开了3班，吴礼茂看着这一幕也不禁陷入了沉思，全大硕这家伙究竟有多强？体育班的具成华此时也意识到了全大硕很强，而且这家伙绝对还没爆发出全力，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而全大硕刚出门竟然碰到了中午在食堂找事的另一个人，男人见到全大硕就忍不住嘲讽道，你这家伙在3班门口晃来晃去的干什么？不会是看到沈尚部打沙包被吓到了吧？可下一秒3班里就传来了沈尚部不甘的怒吼声，吓得男人一个机灵，紧接着赶紧跑到门口一番查看，这才发现沈尚部竟然跪在地上，好像刚被人打了一顿。男人顿时冷汗直冒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全大硕，全大硕则是淡淡的表示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吓得男人口不择言地说道，没有，那个辛苦你了。而这时候男人却被人突然撞一下，只见吴礼茂3人从3班走了出来，看着男人表示，滚一边去，别挡路。吓得男人赶紧靠到一边让开了路，看到吴礼茂等人走远后，才赶紧回到了3班，走到沈尚部身边询问道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沈尚部见此却瞪了男人一眼，男人也被沈尚部这个眼神吓了一跳，随即赶紧对着围观的学生怒骂道，你们这群傻逼看什么？还不赶紧滚！而沈尚部则是一脸气愤不甘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而此时一间会议室内正播放着全大硕和沈尚部打架的画面，其中一个男人见此不禁表示，这个叫全大硕的同学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。而一旁站着的就是将全大硕送回学校的李思玲。男人接着说道，理事长，你这次的计划我感到非常满意，多亏了你这个计划才能实行下去，不过那些规则实在太碍眼了，全部撤掉吧。李思玲闻言顿时急了，那个人以前做过的事你应该清楚，如果不用规则加以束缚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男人闻言却是摆了摆手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聒噪了？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他顶多在学校里作威作福，出了学校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小子，他只不过是替我们处理那些藏在角落里的肮脏的老鼠，顶多就算是一个听话的小猫而已，就算他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，让他释放本性又能怎么样？而此时全大硕击败沈尚部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各个班校大难，刚来第一天就横扫了3个班级，让很多人感到震惊。4班的老大朴道正表示，不关我的事，他爱干啥就干啥。9班重点班的老大李承勋表示，我只想好好学习。6班的老大金元雄表示，我只想安静的打游戏。只有5班的老大刘志熙感到了一阵头大，此时他来到了6班，找到了金元雄，想让对方一起想想办法。虽说吴礼茂那家伙打败了1到3班的老大也没啥特别，我也不需要去警戒他，但是那个刚来的转学生可和那些草包不一样，我们得想想对策啊。这时候一旁的一个女生表示，真不懂你们男生每天都在想什么，要是你们输了，那我就去找我哥哥帮忙了。刘志熙当即表示，不行，这是我们低年级的事情，可不能麻烦高年级的前辈。很快全大硕的第一天上学就结束了，放学后吴礼茂等人还一直跟着全大硕。吴礼茂此时也是提醒道，之前我们一直都是互相警惕，但是现在你已经点燃了战斗的硝烟，估计其他班上的老大已经开始准备对付你了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最好还是做好心理准备，而且这个学校的人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而这时候一旁的钟浩表示，那种事以后再说吧，一起去网吧打联盟吧，我昨天刚上了白银。而这时候全大硕突然看到了李思玲的车停在一旁，当即明白李思玲是在等自己，随即表示，今天我还有事，就不跟你们去打游戏了，而且我是黄金，不和白银玩。钟浩见此还是忍不住吐槽道，果然我还是看这家伙不爽。而就在全大硕坐上李思玲的车走了之后，路边的一个女学生见此却突然愣住了，这是李思玲的车，她怎么会来这里？女孩身边的眼镜妹见此问道，智仁你怎么了？可智仁却是死死地盯着李思玲逐渐远去的车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李思玲这个女人一定在谋划着什么。而此时车上的全大硕却是如坐针灸，生怕李思玲对他有一丝不满意。而李思玲则是表示，你的第一天校园生活还挺热闹的。全大硕闻言赶紧解释道，我只是和他们打了招呼，他们就冲我来了，我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。可说完之后却看到李思玲始终是一副臭脸，全大硕见此直接摆烂了，行吧行吧，你尽管说，我需要接受什么惩罚？结果下一秒李思玲却表示没有惩罚，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，还有我们观察了你今天的行动，最终决定减少对你的约束，以后也希望你能有像今天一样的表现。全大硕闻言终于是露出了笑容，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再忍了。可下一秒全大硕就发现了不对劲，随即问到李思玲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发生的事？难道你在监视我？对此李思玲扶了扶眼镜表示，这件事无可奉告。全大硕顿时陷入了沉思，不禁怀疑自己的同桌金明秀是卧底。可下一秒全大硕就觉得无所谓了，反正学校里已经传开了，几乎没人不知道今天的事吧。很快李思玲
林就带着全大硕来到了一座公寓楼下，随后便带着全大硕来到了一处房门前，表示这里以后就是全大硕的住处。打开门，全大硕立刻就被里面豪华的装修震惊了，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，你们给的待遇也太好了。不过总感觉这里好像不是新房子。李思林随即表示，当然不是新的，这是我以前住过的房子。全大硕闻言顿时坐不住，面色一红说道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后要同居吗？李思林闻言脸色顿时变了，臭小子，你在说什么梦话？当然不可能同居了。全大硕闻言顿时有点尴尬，看来是自己想的太多了。随即李思林说道，财团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虽然减少了对你的束缚，不过你应该清楚，校外是禁止使用暴力的，如果你犯了事，财团也保不住你。还有，校内大部分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计划，你的表现如果很扎眼的话，我们也很难办。全大硕闻言不禁无语了，暗道，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我看别人脸色行事吗？而李思林则是随手留下了一张银行卡，表示全大硕可以随便用。随后李思林就离开了公寓，而全大硕则是暗想到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只要替你们处理校霸就行了。而李思林离开房间后并没有离开公寓楼，反而来到了楼下的另一个房间。进去后只见数个大屏幕屹立在那里，似乎在监视全大硕。眼前的男人在上学第一天就轰动了全校，只因他在1天时间内就把1、2、3班的不良校霸全部揍了一遍。可事后老师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还夸奖对方做得不错。只因现在的校霸已经猖狂到不再服从老师管教，只有比校霸更牛逼的校霸才能让他们感到害怕。而男人则是被教育财团专门请回来替他们管理这些校霸。而今天是全大硕回到学校的第2天，一大早就因为昨天打架的事情被老师叫过去训话，只是老师3句话有2句都是在嘲讽全大硕没有父母，怪不得没教养之类的话，这让全大硕感到非常气愤。可是也不能当众对老师动手。而此时一旁的一个女生突然注意到了被训话的全大硕，女孩正是昨天看到李思林车子的智人。智人也知道全大硕刚转学来第1天就打了好几架的事情，见此他不禁联想到李思林的计划会不会和转校生有关。而此时6班这里，刘志熙正在给6班的女王白秀芝拍照，而这时候审上部的2个小弟却突然找了过来，你知不知道审上部的事情？他今天没有来学校，也联系不上他。刘志熙闻言表示，我知道，没来就没来吧，别管那个白痴了。男人随即表示，那新来的那个转学生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如果放任不管的会不会？而这时候6班的老大金元雄突然扭过来说，会怎样？吓得男人赶忙摆手说道，没有，我不是说你们会输给他。金元雄见此却是朝男人勾了勾手指，随即就见男人一边道歉一边靠近金元雄，结果下一秒金元雄突然出手，一拳砸在男人的鼻子上，男人顿时被打得有点懵逼。结果看到金元雄又朝着男人勾了勾手，男人见此也不敢反抗，再次靠了过去，不出意外的又被金元雄一拳砸中鼻梁。随即金元雄便表示，以后说话注意点，转学生的事我会看着办，你们可以滚了。男人见此赶紧狼狈地逃离了这间教室。这时候刘志熙走了过来说道，你刚才还挺酷的嘛，不过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啊。而金元雄则是表示，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很多游戏都添加了自动战斗模式？刘志熙闻言表示，当然知道，我自己也很喜欢玩能自动战斗的游戏。闻言金元雄表示，自动战斗为什么人气这么高？当然是不用我们自己动手了。而此时另一边的全大硕却进入了侦探模式，由于不知道李思林为何会知道泽的所作所为，现在全大硕非常怀疑金明秀就是他们的派来监视自己的。下一秒全大硕鬼使神差地问道，明秀，你的眼睛上不会装了摄像头吧？金明秀被全大硕直接给问蒙圈了，什么摄像头？你在说什么？全大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太直白了，随即又问道，你怎么突然开始戴眼镜了？金明秀随即说到自己其实一直都戴眼镜，原来曾经的钟浩经常欺负戴眼镜的人，金明秀害怕自己也被欺负，之后就把眼镜换成隐形眼镜了。不过现在有你在了，我感觉那样事可能不会再发生了，所以就又戴上了。全大硕闻言顿时气打不一处来，起身就要去给钟浩几个大逼斗。钟浩见此顿时愣住了，压根不记得自己之前干过这种事，吓得钟浩连忙对黄毛说道，我突然感觉有点无聊，要不我们趴地上玩会吧？随即就看到钟浩头撑地，手背后趴在地上，旁边的黄毛见此不知道钟浩在发什么神经。而这时候金明秀却突然扶了一下眼镜，这顿时引起了全大硕的注意，当即说道，明秀，你刚才扶眼镜的动作很可疑啊。而金明秀则是表示，我只是因为好久没戴眼镜了，所以有点不太习惯。全大硕闻言只好尴尬的表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有点敏感。而就在全大硕在思考李思林究竟是如何监视自己的时候，教室的窗口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同时出现的还有智人，二人都死死地盯着全大硕，但怎么看二人都觉得全大硕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而智人却因为太过专注于全大硕，根本没注意到前面的男人，一不小心就撞到了对方。男人当即回头骂道，不长眼啊，别在这晃来晃去的，赶紧滚！吓得智人连忙道歉，随后就离开了这里，内心也不禁暗骂道，真是臭流氓。而男人这时候还在看着教室里的全大硕，却突然发现全大硕正在看着自己，男人当即被吓了一跳，随即也加快步伐离开了这里。而另一边
边回到班级的窒息却被好闺蜜八卦上，问到你刚才是不是去了一本？我还以为智人你只对学习感兴趣呢，原来你也喜欢看帅哥。智人顿时就慌了，想要解释什么，可闺蜜却表示我懂，毕竟转学生确实很帅，很多女孩都已经要给他写情书慌了。智人见此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只不过没想到的是好闺蜜亚罗已经搞到了全大硕的所有信息，就连他放学后会经过一条小吃街这种事都知道。智人见此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毕竟除了这个理由，自己好像没有合适的理由监视全大硕。放学后智人就开始跟踪全大硕，他迫切的想知道全大硕和李思玲到底在谋划些什么。而此时另一边，白天和智人同时观察的全大硕的男生，此时竟然和6班的老大金元雄坐在一起。原来几人都是6班的人，金元雄此次找到几人是想让他们出手教训全大硕。其中一个男的表示，我们出手去偷袭转校生是不是不太好？毕竟他现在是1到3班的老大，而且我们也不是老大。金元雄却表示有什么问题吗？再说你们之前不是也挺能打，要是不是碰见了我和刘志熙，现在的6班估计就是你们的。还是说你们在意的是那些班级之间的默许有规则？反正最后整个年级都是我和志熙的，你们出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总之你们现在只需要干掉转学生，其他的不需要担心。结束了之后记得喊我。金元雄说完就先一步离开了，而几人依然在这里等着全大硕的出现。很快几人就看到了全大硕的身影经过了这里，为首的男人当即丢下了手中的奶茶跟了上去。全大硕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几人不怀好意，随即转头走进了一处偏僻的巷子。几人见此也是紧追不舍地跟在全大硕身后，而这时候之前一直在跟踪全大硕的智人傻眼了，不知道这些家伙为什么跟在全大硕身后。随即智人迈开步伐赶紧跟了上去，准备先看看发生了什么。而为首的男子却突然察觉到了身后的智人，智人见此赶紧假装自己在打电话，而男人则是让其他人先跟着全大硕，随后自己朝着智人走了过去，当即表示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打电话，你从刚才就一直在跟着我们吧。这时候男人也认出了这是白天撞过自己的那个女孩，懂了，男人顿时就懂了，看来这个女孩是喜欢我呀，当即调戏女孩说道，喜欢我就直说呀，居然偷偷跟踪我，真可爱。说着一把搂住智人表示，不过我现在有点忙，但是我可以让你来参观我们办事，事情结束我打算借个房间玩玩，你要和我一起吗？这一幕下的智人赶紧推开男人，骂道你是不是疯了？男人见此顿时恼羞成怒，一巴掌就朝着智人扇了过去，不是你这臭丫头先喜欢我偷偷跟着我吗？智人闻言无语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大猩猩？可下一秒男人的几个朋友就听到了男人的惨叫，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他们只能扭头回去看看，而此时的男人正捂着眼睛痛苦的哀嚎，你这个疯女人想干什么？只见智人的手里拿着一瓶防狼喷雾说道，谁让你先摸我的？这时候男人的几个朋友也走了回来，男人见此当即表示让他们上前抓住这个女生，几个男人见此直接上前围住了女生，智人见此也是害怕的连连后退。就在几个男生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全大硕却突然出现在这里叫住了他们，你几个臭小子准备干什么？几人见此刚想让全大硕滚蛋别多管闲事，可下一秒他们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全大硕随即表示你们几个刚才就在跟踪我吧，如果你们找我有事的话，那就换个地方谈谈吧。杨振茂见此知道已经被发现了，随即表示没问题。随后杨振茂几人带着全大硕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巷子，却发现这里已经有人在了，似乎是隔壁丰恩职业学校的人。几人认出了一个是丰恩的车振宇，一个是丰恩职业学校的李忠满，二人都是低年级的打手。车振宇见到几人说道，你们是金龙学校的，怎么没见过？李忠满随即表示没见过，那肯定就是草包了。杨振茂见此尴尬的说道，你们认识金元雄吗？他让我们来办点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李忠满二人说道，原来是金元雄这家伙，如果是他的话，那这里就让给你们了。见到这一幕，杨振茂不禁感到非常丢脸，可是也不敢多说什么。而另一边的一处网吧中，金元雄和刘志熙还在打游戏。当刘志熙知道金元雄让杨振茂等人去解决全大叔，不禁感到有点不靠谱。金元雄却表示没问题，要是转校生被一群小混混打败了，不就更丢脸了？那几个家伙虽然说脑子不好使，但是实力还不错。而全大叔这里，杨振茂几人已经围住了全大叔。智人见此连忙说到，这里应该没有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闻言，杨振茂第一个不同意，我说了要让你看看我的英姿。全大硕看着智人陷入了沉思，这家伙从放学就一直跟着我，难道是李思林派来监视我的？随即便表示放他走吧，反正这件事和他无关。结果没想到智人听了这话却不想走了。杨正茂也表示你算老几，你现在还看不清楚状况吗？你马上就要被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说完就叼着一根烟来到了全大硕面前。全大硕当即说道，你最好不要朝着我吐烟，不然小心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可杨正茂却不管不顾，准备朝全大硕吐烟。下一秒全大硕突然出手，一把攥住杨正茂的脸，随即直接伸腿将杨正茂绊倒，趁着杨正茂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拳朝着对方砸了过去。速度之快，杨正茂根本反
反应不过来，下一秒全大硕的拳头就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，一拳下去竟然直接把杨振茂砸晕了。一旁看着的三人顿时傻眼了，根本没想到全大硕竟然这么强。可三人明白，要是不打败全大硕，金元雄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随即三人就准备一拥而上，可是三人都不敢第一个对全大硕动手。全大硕见此表示，既然你们不动手，那我可就上了。说完，全大硕直接冲了上去，一拳砸中其中一人。旁边的人见此只好硬着头皮冲了上来，可全大硕仅仅是一个侧身就躲了过去，直接将目标锁定了最后方的那人。对方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全大硕一拳砸飞了出去。一拳下去，对方竟然也晕了过去。一旁还没挨打的男生见此愣住了，好在一旁的一个男生还有战斗力，给了他一点信心。可下一秒他的瞳孔猛缩，竟被全大硕一脚踢中胸口，砸在了身后的墙上。男人顿时去了所有力气，无力的朝着地上倒下。唯一一个还没事的人见此傻眼了，没想到全大硕这么强。可下一秒男人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来，结果却被全大硕轻松挡住，随即一拳狠狠地砸中男人的肋部。男人顿时被砸得剧烈咳嗽，可全大硕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顺势将对方绊倒，随即一个膝踢就朝着男人的面门踢了过去。然而就在将要踢中对方的时候却停了下来。见此，全大硕却松了口气，真是好险，差点没忍住就真的干掉你了。而另一边还在网吧打游戏的金元雄却突然接到了李忠满的电话。金元雄也没多想就接听了电话，可下一秒他整个人就愣住了，显然是李忠满告诉了他杨振茂等人被打败的事情。而此时另一边的全大硕这里，杨振茂终于醒了过来，一睁眼就看到全大硕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好兄弟们都是一副被揍了的样子。全大硕当即踹了对方一脚，表示赶紧给我起来，去跟他们一块站着去。随后全大硕就开始教育几人，这一幕也被躲在一旁的李忠满等人看得一清二楚。没想到金龙学校还有这样的怪物。而电话那头的金元雄也是一阵不可思议，没想到全大硕竟然这么强。此时全大硕拍了拍杨振茂的肩膀问道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你们口中的那个金元雄吗？杨振茂本来还想狡辩一下，可下一秒全大硕猛地发力扣住杨振茂的锁骨，你不承认是认为我很傻吗？杨振茂顿时就怂了，是他，求求你别告诉他是我说的。虽然金元雄很可怕，但是这家伙也很吓人啊。而这时候全大硕却将目光对准了智人，问道，这个女生为什么跟过来？杨振茂当即表示她暗恋我。气得智人当即骂道，你疯了吧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你，而且非常讨厌你，你都不看镜子的吗？像一个大猩猩一样，真的是恶心死了，比一个星期还没洗的袜子都要恶心。杨振茂顿时体会到了什么叫杀人诛心，随即便对智人说道，对不起，但是你当时就在跟踪我们啊。全大硕一听这话就来兴趣，吓得智人赶紧结巴的表示，你电影看多了吧，我为什么要跟踪你们？总之我可不想跟野蛮暴力的行为扯上关系。说完智人就离开了这里。全大硕看着智人离去，并没有选择阻止。智人出来后却碰到了还没走的李忠满二人。车振宇见此对着李忠满说道，这个女生是不是挺漂亮的，和我们学校的一点都不一样。而这时候全大硕已经记下了杨正茂的手机号，随即表示明天你给我把金元雄带过来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，可全大硕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杨正茂带着金元雄过来，掏出手机一看才发现杨正茂根本没找到金元雄。全大硕见此就准备亲自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很快全大硕就来到了6班，一进来就看到了正在玩手机的杨正茂。全大硕随即走上前问道，金元雄在哪？而杨正茂根本没认出来全大硕。全大硕随即用力攥住杨正茂，熟悉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。这里的动静也引起了班上其他人的注意。而这时候白秀智却走了进来，当即质问全大硕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到别人班上撒野？还有你杨正茂，别丢人现眼了，赶紧甩开他。可杨正茂却表示这个由不得我。而下一秒白秀智才发现是全大硕，上前抓住全大硕表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而全大硕则表示，你是谁？别多管闲事。下一秒却被白秀智一巴掌扇在脸上，眼镜都被打飞了。只见白秀智说道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全大硕则是黑着脸表示，你是谁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打我一巴掌就跟我有关系了。而白秀智则是表示，算了，你刚转学过来，可能不太清楚，高年级金龙的老大白秀赫知道吗？可全大硕只是看着白秀智说道，不认识又怎样？可下一秒白秀智看到全大硕没戴眼镜的样子，竟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哥哥，赶紧解释道，白秀赫是我的哥哥。没想到这家伙摘了眼镜这么帅，一不小心就叫了出来。而全大硕则是表示那又怎样？可目光却被旁边突然出现的人吸引了注意。只见那人一进来对着杨正茂就是一脚，随即又猛扇了杨正茂几巴掌，而杨正茂被打得根本不敢还手。全大硕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。只见杨正茂捂着脸说道，元雄对不起。全大硕这才知道眼前的就是金元雄，随即问道，你就是金元雄？金元雄当即表示没错，我就是金元雄，听说你在找我。今天我找的就是你。而金元雄却说道，我们好像没什么交集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全大硕随即扶了一下额头说道，找你当然是为了……下一秒全大硕突然就挥舞着拳头朝着金元雄砸了过去。金元雄见此顿时一惊，没想到全大硕会突然出手，好在下一秒一旁的刘志熙出手替他挡了下来。刘志熙见此也是说道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出手了？全大硕见此问道，你又是谁？刘志熙闻言一愣，随即说道，我是5班的刘志熙，虽然我无权插手其他班级的事情，但是你像这样找麻烦的话，我也不
可能坐视不管。说完，刘志熙突然伸腿绊住全大硕，随即猛地发力，想要把全大硕撂倒。可下一秒，刘志熙就傻眼了，脸部的青筋瞬间暴起。只见刘志熙保持着刚才的动作，却无法撼动全大硕分毫。此时，刘志熙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虚了。明明自己已经用尽全力，全大硕却丝毫没被放到的迹象。而全大硕则是一脸轻松的说道：“力量不错嘛，是不是想放到我？”刘志熙闻言一脸尴尬的赶紧放开全大硕，随即表示这些都不重要。虽然这里的学生经常打架，但是我们有权利知道你们打架的理由吧？这时候金元雄也是搂住一旁的杨正茂说道：“你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？”随即一把抓住杨正茂的头发说道：“你这个傻逼东西，最好给我好好解释一下。”可杨正茂刚想开口说话，金元雄却突然出手一个大逼斗扇在了杨正茂脸上，随即猛踹杨正茂说道：“我真是越想越气，你这个傻逼东西自己找事竟然还带上我的名号。”而杨正茂被打得根本不敢还手，只是一个劲的道歉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可金元雄依然不肯停手，一脸愤怒的说道：“你这家伙脑子进水了，害得我被别人误会。”随后金元雄停止了继续揍杨正茂，转而扭头对全大硕说道：“我承认是我没管好手下的人，但是你连证据都没有就跑来质问我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”全大硕见此也是一脸懵逼，看了看杨正茂说道：“证据应该算是没有了吧？”金元雄见此上前骂道：“臭小子，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！”一旁的刘志熙赶紧拦住了对方，说道：“冷静在你，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冤枉人了。”随即对着全大硕表示：“你应该是找错人了，我们对所谓的实力排行根本不感兴趣。”恰好这时候的上课铃声也响了，全大硕见此有点懵逼，总感觉自己好像被他们带偏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全大硕也知道自己也不能贸然出手，随即便离开了六班。见此身后，金元雄露出了笑容说道：“志熙，你刚才演的还挺像啊。”刘志熙也是心有余悸的说道：“刚才确实有点紧张，不过那家伙真的很强，你说的对，最好还是不要亲自动手了。”金元雄随即掏出手机表示这样一来，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。而一旁课堂上的全大硕还在思考刚才的事情，他很清楚这件事就是金元雄策划，但是他们刚才的种种行为都在撇清和这件事关系。如果自己刚才出手的话，应该会被当作是恶人吧？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清不楚，自己根本找不到正当的名义去揍他们。而这时候台上的老师突然讲到关于战争的问题，表示发动战争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，但即使如此，也需要一个明面上的理由。全大硕闻言顿时茅塞顿开，看来自己很快就有办法对他们出手了。而此时的金元雄还在教训杨正茂几人，四人也是敢怒不敢言，杨正茂也只能在内心吐槽一下：明明你自己都不敢跟转校生单挑，还在这教训我们。而这时候金元雄却已经拨通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竟然是丰恩职业学校的李中满。随即金元雄便把转校生的事情说了一下，李中满也是好奇的问道：“那小子后来怎么样了？”金元雄随即说到：“这件事看来要你和振宇还有几个兄弟出马了。本来我想在学校收拾他，但是这群家伙没一个能打的，等你们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我再出面彻底解决那家伙。”李中满随即说道：“没问题，那家伙确实有点东西，但是我们人多，对付他也不成问题。”而这时候车振宇却突然凑了过来说道：“能不能找到昨天的那个女生？”金元雄听了却是一头雾水，问道：“杨振茂他们说的是谁？”杨振茂闻言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智人的身影，他们为什么要找他？这件事好像不关他的事吧？随即金元雄问道：“车振宇找那个女生什么事？”车振宇随即说道：“那个女生刚好是我的菜，既然要收拾那个转学生，那就带上那个女生一块了完吧。”金元雄闻言当即表示没问题，随即对着杨正茂说道：“这件事交给了你，把那个女生带过去。”杨正茂顿时急了，按道那个女生明明是无辜的，绝对不能把对方带过去。沉思片刻后，杨正茂想起了学校的规则，不打败别的班上的老大，就不能对他们班的学生出手。随即叫住金元雄说道：“那个女生是9班的，我们要是动她，9班的老大李承勋应该不会坐视不理。”金元雄听了却表示，女生又不交保护费，所以无所谓了。再说了，9班的书呆子能强到哪里去？等这次事件结束，就把9班也吞并掉，你只需要把那2个人带过来就行了。杨正茂顿时懵逼了，我怎么把2个人带过去啊？画面一转，杨正茂找到全大硕跪在了他面前开始道歉，身后的吴礼茂等人见此都懵了。听说这家伙昨天2打败了以杨正茂为首的4人，这家伙还真是厉害啊，可惜没机会能跟他搞好关系。而全大硕则是踹了杨正茂一脚说道：“你这家伙也知道错了呀。”全大硕想要教训一下杨正茂，但是这家伙越看越可怜，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，随即开始对军训杨正茂，然后让杨正茂去跟昨天那个女生道歉。而杨正茂却说道：“我一会就去道歉，还有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想请你吃场年糕。”全大硕闻言愣住了，你请我吃年糕？就咱俩？杨正茂随即问道：“难道不行吗？”这副可怜的样子让全大硕动了恻隐之心，随即搂住杨正茂表示没问题，那就放学后一起去吃吧。而杨正茂转头找打了智仁表示道歉，同样是为了表达歉意，想要请智仁吃年糕。智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杨正茂赶紧解释自己没其他意思，就是单纯的为了表达歉意，而且是和那个转校生全大硕一起的。智仁的好闺蜜亚罗听到全大硕的名字顿时窜了出来，当即表示那就一起去吧。智仁闻言顿时摆手拒绝，这太尴尬了，你
你想吃的话，那就咱俩去吃吧。可亚罗却一脸渴求地看着智人说道：拜托了，智人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接触转校生的机会了。杨振茂也表示那就带上你这个朋友一起吧，4个人也挺好的。智人见此摊了摊手，表示其实我是不愿意去，但是还是一起去吧。杨振茂见此表示那我放学后来找你们。可杨振茂走远后就后悔了，我真是个蠢货，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？竟然真的误以为今天是要去吃年糕了，把一个无辜的女生牵扯了进来，我还一个劲的傻笑。而这时候杨振茂却看到了金灵秀，当即认出了这是全大硕的同桌，随即暗想到他们两个关系应该不错吧。时间很快到了放学，丰恩职业学校的李中满等人已经准备就绪，而这时候全大硕也和杨振茂以及智人几人在一起。全大硕和智人对这个奇葩的组合都感到非常尴尬，只有亚罗一心看着全大硕犯花痴。走了许久之后，全大硕发现这里一个店铺都没开门，随即看向杨振茂问道：这里真的炒年糕店吗？杨振茂顿时心虚的表示有的有的。一旁的亚罗也是说到真正的美食店一般都在这种偏僻的巷子，只是没想到这里会有美食店，以前怎么没听说过。全大硕随即看向杨振茂问道：那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吓得杨振茂顿时4次张望。全大硕见此不禁无语道：你慌什么？好像是心怀鬼胎一样。可下一秒全大硕就注意到了远方的一群人，这些人正是丰恩的李中满等人。之前金元雄为了教训全大硕，便让杨振茂几人出手对付全大硕，结果几人根本不是全大硕的对手，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全大硕展现的实力让金元雄不敢亲自出手，便联系了隔壁丰恩职业学校的人，让他们帮自己教训全大硕。之后便让杨振茂想办法将全大硕几人约了出来。此刻全大硕看着突然出现的李中满等人，顿时就明白杨振茂所谓的道歉只是个幌子，为的就是将自己骗过来。气得全大硕当即就要教训杨振茂。杨振茂见此赶紧朝着全大硕跪了下去，表示自己也是被逼的，这件事过后你把自己宰了都行，但是自己是真的没办法。一旁的智人和亚罗此时也看出来自己几人都是被杨振茂骗了过来，气得智人当场骂道：你个人渣，至少你不应该把无辜的亚罗牵扯进来。这时候李中满等人已经走了过来，看着杨振茂说道：你这家伙为什么要给他跪下？我们来不就是为了让他跪下吗？全大硕见此只好先对付李中满等人，并让杨振茂在这等着，自己一会再跟他算账。此时其他丰恩学校的人还不相信全大硕一个人就放到了4个人，还有在那跪着的那个家伙看起来好弱呀，他是怎么敢去金龙学校上学的？见此车震宇表示不要掉以轻心，我和中满是亲自见过的，那个家伙真的很强。这时候一个大块头站了出来表示，如果这家伙真的很强的话，那就在群殴他之前先让我试试吧，让我看看金龙学校老大级别的人物究竟有什么实力。随即光头走到全大硕面前表示，就让我先和你比划比划吧。可全大硕此时有点懵逼，一时间不知道光头是不是在跟自己说话。原来光头藏着一双斗鸡眼，让全大硕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在看向自己。光头男随即表示不用找了，我现在就是在看着你。全大硕见此也不再墨迹，当即表示你赶紧动手吧。光头男当即摆出架势，并表示我通过自己独创的特训方式，已经锻炼出了异于常人的视野，我这双没有焦点的眼睛马上就会让你痛不欲生，因为看到我这双眼睛的人都没有在我手下活下来。说着就朝着全大硕冲了过去。一旁的李中满见此不禁无语，自己什么时候成尸体了？不过这家伙的眼睛确实有点东西，没有焦点的眼睛很容易让人无法判断他的攻击方向，当时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，最后我还是利用摔跤术将他制服的，也不知道转校生会怎么做，反正估计不会太轻松。可下一秒他们就看到光头已经被全大硕死死勒住了脖子。李中满见此都傻眼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做到的，现在他已经被后脚颈彻底锁死了，估计是无法挣脱了，也不知道这家伙还有没有意识。气得李中满骂道，这家伙的斗鸡眼根本看不出来还有没有意识。李中满随即喊道，光头快认输，已经结束了。可下一秒他就看到光头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，其余的人见此一幕都愣住了。全大硕则是表示，你们不会以为认输了我就会放过你们吧？你们不也是抱着干掉我的心思来的吗？而且还牵扯到了无辜的人，既然你们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应该也做好了被我干掉的准备。丰恩的人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，这混蛋真能装逼啊，当即喊道，你这家伙不会搞不清楚状况吧？我们这里可是有9个人的，你难道觉得你能赢过我们吗？而全大硕则是将书包交给了一旁的亚罗，让其帮自己拿一下，表示自己很快就能解决他们，一会你们最好离远一点。随即一个人就朝着丰恩的人走了过去，并表示你们也别一个个上了，有种的一起上吧。丰恩的人见此也不墨迹，几人迅速散开，将全大硕围了起来。全大硕见此内心已经有了判断，率先出手朝着靠近墙壁的一人冲了过去，一个俯冲抱摔直接将男子狠狠地撞在墙壁上，随即一拳砸中男人的面部。一旁的人见此赶紧冲了上来，全大硕见此随手抓起一把桶
直接扬在了最近的一个人脸上，阻挡了他的进攻。而这时候一旁的一个黄毛已经朝着全大硕踢了过来，全大硕连忙起身，顺势抱住了黄毛的大腿，随即一招扫堂腿，直接将黄毛放倒在地，接着一个侧身躲过了另一个的人攻击，找准机会就是一个上勾拳砸中男人的下巴。地上的黄毛见此就想要爬起来，可全大硕的动作更快一些，又是一记扫堂腿命中黄毛的脸部。一旁的杨振茂见此惊呆了，虽然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家伙很强，但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强，说不定这家伙真的能打败金元雄和刘志熙，成为整个1年级的老大，不对，应该说绝对可以。而一旁的车振宇见战况不利，便催促一旁剩下的人赶紧动手。二人见此也不墨迹，径直朝全大硕冲了过去。全大硕见此也是第一时间冲了上来，顺势躲过了男人的第一波攻击，来到了他的身侧，接着就是一记左勾拳命中男的肋骨，趁男人吃痛的瞬间，又是一记右勾拳命中男人的脸部，直接打得男人原地僵直，眨眼间也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。全大硕直接就是后发先至，一脚踹中男人腹部，将其踹飞出去，一脚下去差点将男人的隔夜饭打出来。紧接着全大硕又是一记回旋踢命中男人的头部，直接将男人踹飞数米远，昏死了过去。仅仅不到2分半的时间，全大硕就解决了7个人。饶是全大硕也是感觉到了一丝吃力，看着李忠满二人说道：“现在就剩下你们2个了，赶紧动手吧。”车振宇此时既惊讶又害怕，你这家伙真是强得令人发指啊，太令人不可思议了。一旁的李忠满赶紧提醒车振宇，这家伙应该不止一次应对这样的多人围剿。刚刚2人一起冲过去的时候，他为了躲避包围，提前占领跟那2人同一条直线的位置，这样一来后面的人就会被前面的人挡住，从而无法进攻，形成了1对1的战斗。而且刚开始他先攻击靠墙位置的家伙也是，很明显他懂得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创造1对1的机会。而就在这时候，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只见远处走来了更多的封恩的人。全大硕见此都愣住了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后来的人见一个个都在地上躺着，也是感到惊讶，这家伙竟然真的这么强。不过还好我把棒球棒带了过来。这时李忠满也对着全大硕表示，你确实很强，但是我们可没说过我们只有10个人，就算你再强又有什么用？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全大硕见此也是感到一丝压力，没错，也仅仅只是一丝而已。而这时候却传来了声音，谁说这家伙只有1个人了？全大硕当即扭头看去，顿时就懵逼了，没想到竟然是吴礼茂等人出现在了这里，还有全大硕的同桌金明秀。只见吴礼茂说道，没想到我们一班的老大还真是在孤军奋战了，不过现在由我们来帮你了。全大硕见此有点懵逼，问道几人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？这时候一旁金明秀表示是杨正茂告诉我们的，吓得杨正茂赶紧解释我那就是自言自语，没想到竟然被你听了去。一旁的李忠满闻言顿时怒了，你这臭小子是在耍我们吗？明明就是因为你我们才来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算了，反正金元雄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就和那个叫全大硕的等着吧。杨正茂见此也不装了，瞥了一旁的智人说道，我早就看那个家伙不顺眼了，而且我可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草包，正好也不想在金元雄那个混混手下待着了，该做好准备是你们这些封恩的垃圾。李忠满二人闻言差点气得原地吐血。一旁的吴礼茂随即对着杨振茂表示，看来你是跟我们一伙的，挺好的，还能增加1个战力，毕竟对面可是有7、8个人，而这2人应该就是他们的老大了。随即吴礼茂便表示，为了让全大硕能放心对付他们2个，那些杂鱼就交给我们了。而这时候李忠满也认出了吴礼茂是曾经一班的老大，但是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卑鄙，竟然喊大叔来帮忙。而全大硕这时候却表示，很感谢你们能来帮我，我知道不该在你们装逼的时候打断你们，但是你们每个人至少要对付2个人，而且每个人都拿着武器，你们真的行吗？吴礼茂闻言轻蔑一笑，我可是吴礼茂打手吴礼茂，拿着武器算什么？这样反而正合我意。随即吴礼茂将手中的包放下，说道开始吧。随即就看到钟敏在兜里翻找着什么，钟浩则是拉开了随身携带的小包，而吴礼茂也是在自己的包里一阵翻找，竟然拿出了一根80厘米长的铁棍，而钟敏竟然带上了军用之物。钟浩也是捏了一把扳手在手里，随即就看到吴礼茂3人摆好包，说道，我们在学校里输给了你，但是在校外的我们可不一样。全大硕见此无语了，这些家伙包里竟然全装着武器，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学呀？而吴礼茂已经指着封恩那个拿着棒球棒的家伙表示，臭小子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用的？就让我来好好给你上一课吧。光头男见此顿时不乐意，你小子在装逼，小心我打死你。而吴礼茂丝毫不慌，有本事你就来试试看。光头男见此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冲了上来，举起手中的棒球棍就朝着吴礼茂砸了过去。吴礼茂见此心中已经有了对策，这家伙是右撇子，不出意外他会从右上方斜着砸过来。下一秒吴礼茂竟然掏出一把粉笔挥洒过去，年轻人真是不讲武德。紧接着就看到吴礼茂挥动手里的铁棍，直接砸中男子的腹部，随即又是一脚断子绝孙脚，直接将男人打得跪倒在地，紧接着又是一脚直接爆头，成功放到了光头男。封恩的其他人见此都傻眼了，这家伙竟然这么卑鄙。而吴礼茂已经捡起了男子棒球棍，看着其余人表示，你们这群杂鱼别想去插手老大之间的战斗。可封恩的几人却被吴礼茂
卑鄙的手段下手了，一时间不敢动手。吴礼茂见此表示你们不动，那我可就上了。封恩的人见此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，可男人的攻击却被吴礼茂轻松躲过去，随即就是一棒狠狠地砸在了男人的屁股上。一旁的小胖子见此就想偷袭吴礼茂，却被钟浩拦住，一拳砸飞了出去。小胖子还在吐槽怎么会突然插手，而钟浩已经举起手中的扳手砸了下去。剩余的人顿时就慌了，这些家伙都是疯子，快从地上找武器。一旁的男子随即捡起了一个酒瓶子，可就在他还在思考酒瓶会不会太危险了的时候，钟敏直接就是一个突刺，带着直虎的拳头狠狠地砸中男人。一旁的男子见此立刻就准备偷袭钟敏，这只手杨振茂也出手了，一脚将男子踹飞了出去。车振宇见此无语了，这群家伙打得真是一团糟。全大硕此时表示你们的人数优势已经不见了，现在该让我见见你们的实力了吧。车振宇二人见此不准备看戏了，可李钟满却表示我学的摔跤还是单挑更适合我，先让我单独跟他练练，试探一下他的实力，要是情况不妙你再来帮我。说完就摆出了摔跤的姿势，下一秒就迅速朝着全大硕下方靠近，想要是施展抱腿摔，可紧接着他就愣住了，只见全大硕只是按住他的狗头就破解了他的抱腿摔。一旁的车振宇见此赶紧冲了上来，一个踢腿迅速踢向全大硕，全大硕只好放开李钟满躲避攻击，可他刚刚躲开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李钟满拦腰抱住。李钟满顿时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你应该知道被一个摔跤手抱住代表着什么。全大硕闻言赶忙扭转身躯，试图挣脱束缚，可下一秒李钟满就猛地发力将全大硕举了起来，这要是被摔下去肯定是脑袋着地，少说也得晕2分半。全大硕见此立刻伸出手臂，最后关头抓住了一旁的墙壁，李钟满也因此无法将全大硕摔过去，一个中心不稳就倒在了地上。可即便如此，李钟满还是紧紧抱住全大硕，深知自己好不容易抓住了全大硕的破绽，绝对不能放开。全大硕见此迅速翻滚，成功挣脱束缚，将李钟满压在了身下，随即就举起拳头准备给予他致命一击。关键时候车振宇再一次冲了上来，一招横踢迅速踢向全大硕，全大硕无奈只好拉开距离躲避攻击。全大硕此时也是有点烦了，这两个家伙的默契太强了，自己很难找到突破口。而这时候二人换成了车振宇进攻，随即就看到车振宇迅速朝着全大硕靠近，上来就是一个飞踢，可惜被全大硕一个低头躲过去，紧接着车振宇就是一招回旋踢，再次踢向全大硕。而这时候全大硕却选择防守，并没有盲目进攻。终于全大硕察觉到车振宇的核心攻击都在腿上，下一秒便迅速靠近车振宇，试图缩短距离。车振宇也是察觉到了全大硕的意图，赶紧向后退去。全大硕稍微观察了一下局势后，看出了李钟满会在自己露出破绽或者占据上风的时候出手，现在二人的攻击套路自己都已经了解了一点。随后全大硕迅速朝着车振宇靠近，准备先解决车振宇。在车振宇的攻击到来之时，迅速朝着一旁闪避，露出破绽。车振宇见此也是挥着拳头砸了过去，可却被全大硕反复横跳躲过去。下一秒车振宇就看到一个沙包大的拳头从自己胳膊地下钻出，朝自己飞了过来。2秒半后车振宇才发觉到自己被打，而这时候李钟满已经挡在了他面前。车振宇见此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那一瞬间失去了意识，还好有钟满在这里，不然自己就完蛋了。现在只能是趁着这个空隙调整一下状态，再想办法抓住他的破绽了。而这时候李钟满突然一个下蹲，想要再次拦腰抱住全大硕，可下一秒却被全大硕直接锁住了脖子。你这家伙假动作太明显了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你想用抱摔呀。一旁的车振宇见形势不妙，再次冲了上来，而这一次全大硕提前将李钟满推了出去。而这时候车振宇的踢腿也已经到了全大硕脸上，可下一秒全大硕突然一个下蹲，紧接着就是一个滑铲，铲到了车振宇的另一条腿。车振宇顿时失去了平衡，摔倒在地。全大硕见此迅速抬脚，随即狠狠地踹在了车振宇脸上。车振宇见此也是赶紧举手格挡，可紧接着全大硕就举起拳头，透过缝隙直接命中了车振宇的脑袋，一拳下去，车振宇直接晕了过去。见此全大硕撩了一下头发，看着李钟满表示，现在就剩你自己了，你是自己滚还是我帮你滚？